小区升级改造加装了电梯，我却直接将价值300万的房子改了骨灰房。只因我家住1楼，装了电梯后不仅有噪音，还会遮挡光线。我提出可以装连廊电梯，大爷大妈满口答应，却趁我出差几周强行装上了普通电梯。我冷笑：行啊，既然不让我住，那就都别住了。当初4楼的李大妈上门跟我商量装电梯时，我立刻表示反对。1楼的采光本来就不好，装上电梯后更是一整天都晒不到太阳。不过我考虑到楼上住户是老人，上下楼腿脚不方便，便退了一步，跟李大妈说可以装连廊式电梯，产生的噪音我可以克服一下，只要不挡住1楼的光照就行。李大妈连声说好，拿来装电梯的申请书让我签字。申请书写的是普通电梯，我也不傻，重新打印了一份装连廊电梯的申请书，签字递给李大妈。我强调我只接受连廊式电梯，不然就都别装了。李大妈连声说好，拿了申请书就去其他人家签字了。第2天小区公告就贴出来了，我们这栋要装连廊式电梯。我正好那段时间要去北市出差几周，就没再关注这件事。谁知道我出差刚回来，就看到一个普通电梯已经装好了，把我家朝南的窗户位置完全挡住了。李大妈看到我还满嘴的阴阳怪气：阿康啊，还是你命好，1分钱没花就住上了电梯房。我当即就质问李大妈：不是说好是连廊式电梯吗？装了普通电梯，你让我家怎么住人？李大妈非但没有反悔，还指责我：连廊电梯要贵好几万呢，你是不是在中间拿回扣啊？都是街坊邻居的，你竟然想在大伙身上挣钱？再说了，电梯建在外面又没在你家里，对你家有什么影响？我当时都要气炸了。这部电梯挡住我家采光了，我坚决不同意，赶紧给我拆了。李大妈一听脸就黑下来：电梯装了20多万呢，你要拆也可以，你把20万出了，再出钱装个连廊电梯。说话的时候，李大妈还东拉西扯，把街坊都喊过来，大家都来看看呐，我们这栋楼好不容易装起来电梯，这小伙子却非要把电梯拆了，还要一定要什么连廊电梯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收了回扣。街坊们都围过来看热闹，住楼上的大爷大妈们都劝我：阿康啊，都是街坊邻居的，你怎么能挣这种丧良心钱呢？年轻人要尊老爱幼，你也要体谅我们老人腿脚不便，不就挡住点你家光线了吗？反正你每天也都是关上门的，对你也没什么影响，没花钱就住上电梯房了。我要是你还得给街坊们摆2桌呢。一个个仗着年纪大倚老卖老，说得冠冕堂皇的，他们是得了电梯的好处，就直接无视了我的损失，还想我自己咽下去。李大妈在大爷大妈们的簇拥中得意地看着我：你又没出钱，被你白的便宜了还不满足？年轻人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我有个屁的好处，电梯一建不仅有噪音挡光线，1楼的房价至少跌1000。我冷着脸问他们：电梯拆不拆？李大妈作为代表排众而出：反正电梯已经建好了，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出行都靠它，有本事你把它拆了，住不惯你可以搬家啊。听到李大妈这么说，我反倒冷静下来，原来是想仗着电梯已经建好了就跟我玩先斩后奏，那她可真是打错算盘了。我说：好，你可不要后悔。李大妈张牙舞爪，眼睛瞪得跟金鱼一样。我要后悔，是你生的。反正都撕破脸了，我也不用客气了，直接呛回去。想认祖宗去乱葬岗，我可生不出你这种不要脸的老货。气得李大妈鼻子都歪了。当天我就去中介租了套房，又找了家装修公司，把我的要求告诉他们。设计师听完我的需求，为难地看着我：哥，按您这要求，装完房子就住不了人了。我乐了，我就不是给人住的。我明显看到设计师抖了一下，显然他也知道我是想做骨灰房。不过现在的装修公司生意不景气，就算明知是做骨灰房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单。在房子装修期间，我在网上发了个帖子，说我有骨灰房，可以无偿使用1年。很快就有很多人申请使用我的骨灰房。我把这些人拉了个群，把具体入住时间告诉了他们。因为是简单弄下装成骨灰房，拆拆装装并没有花太多时间，2周左右时间，装修公司就全部弄好了。我过去验收，房子内部已经全部都刷成了白墙，里面一排一排的铁架放着，门窗已经全部封死了，没有一点光线进来，仅靠几盏白炽灯照明，显得有些幽深。这个效果我很满意。验收完正要离开，我就看到了李大妈，我俩四目相对，她跟只斗胜的公鸡似的，说话夹枪带棒的。哟，这不是阿康吗？这么久没见了，是躲哪儿去了？躲字他咬得很重，作为新时代的守法好青年，我绝不打女人和小孩，打人是犯法的，但骂人不违法。躲你姥姥的腿，老子给你建墓地去了，前狼后虎，风水好死了，就等你来住。哼，老子网上冲浪10几年，什么阵仗没见过，能输给李大妈这种新兵蛋子？李大妈嘴巴抖了抖，想说什么，但估计想不到比这威力更大的，半天才憋出一句话：欺负老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立刻回了一句：没报应，我能住你楼下。说完我没搭理他，关了门就准备走。骨灰房装修好了，明天那些住户就能搬进来，我得回去把细节对接清楚。
谁知我刚想走，李大妈就抓住了我的袖子，一张催款单甩在我脸上。想走交钱。我扫了眼催款单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项支出，是电梯装修的费用，平均下来一户2万多块。看完，我直接把单子撕了。电梯装修关我1楼什么事？谁愿意装电梯？你找谁要去？李大妈不依不饶。我不管，电梯你用上了，你就得出钱。我不客气的回骂。我他妈住1楼的，坐电梯我上天啊！是真拿我当冤大头了。话说到这，但凡要脸的都打住了，哪知李大妈就跟没听见似的。这我不管，反正电梯已经装了，用不用是你的事，但钱你必须得出。这是想赖上我了。我一把将她的手给甩开，抱胸居高临下看她。我要不出呢？李大妈视线穿过我落在身后的房子上，语气阴沉。你这房子重新装修了，是准备出租吧？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就天天上门催账，你这房子就等着留给鬼住吧。我一听顿时乐了，那可真是承你吉言了。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回家我跟首批10几位骨灰安置的租户签了合同，第2天公鸡还没打鸣，我就带着他们抱着骨灰到我家安置。安置完已经5点多了，正好碰上出来晨练的李大妈。李大妈打量着我身后的租户，撇撇嘴：你们是租阿康家的人是吧？我劝你们马上搬走，不然我们这些老头老太早起晨练，在你们家门口敲锣打鼓的，你们睡不好可别怪我们。他压根不知道现在我这套房里住的都是谁，那里面的几位要真能被敲锣打鼓惊着，那至少得喊林正英过来才治得住。这几位不知道我跟李大妈的恩怨，只当是邻居间的提醒，很有礼貌的回答：放心大妈，您尽管造，按您喜欢的来，越大声越好，我们不要紧。原本是示好的话，听在李大妈耳朵里却变成了十足的挑衅。她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，她哼了一声。果然住这房子的都是一路货色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我没有理她，对着租户说道：清明、重阳、7月半确实有他们有哭的时候，要不要帮你一起哭了？看你这么缺钱，要不要顺道给你烧点？经过2次的教训，李大妈已经知道我嘴巴厉害，即便吃了亏，她也不敢跟我继续吵下去。只见她眼珠子一转，似乎想到了什么好办法。她哼了一声，对我身后的租户威胁说：你们要住在这，我就天天给你们烧纸钱。说完怕我反击，飞也似的跑了。我身后的租户说：这大娘人可真不错，不仅每天奏乐，还要替我们烧纸钱。其他人纷纷点头。阿康，谢谢你啊，替我们家人选了个好地方。送走租户，我回家继续码字了，偶尔还会看看骨灰房的监控。身为一名网络作家，通宵是常有的事。半夜1点多的时候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提着个火盆在我家门口烧纸钱，正是李大妈。凌晨5点多的时候，又看到她拉着一伙人在我门口又唱又跳的。她以为靠这些手段就能把我的租户们赶出去，殊不知我那房子现在压根就没人住。我倒是很好奇，当她知道我家是骨灰房的时候，脸上会是怎么样的表情？她这样连续折腾了好几天，我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倒是她自己的黑眼圈浓得跟甜甜圈似的。差不多了，正当我准备向她摊牌的时候，门口传来敲门声。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2名警察。您好，于先生，我们接到民众举报您从事间谍活动，需要您协助我们调查。我立刻就猜到前因后果，我问：举报那个人是不是叫李翠兰？警察眼神微微错愕，即使他们没有说，我也知道自己猜中了。我对警察说：警察同志，我知道是李翠兰举报的我愿意配合调查。为首那名年长一点的警察看我的态度，大概也猜出是李翠兰跟我之间有纠纷，但有人举报，他们就必须调查，流程必须要走。他和气地对我说：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把我带到了老小区，人才刚下警车，就看着李大妈带着一群大爷大妈们围上来。警察同志，我观察好几天了，他家里的门窗都给封住了，说是租给别人住了，里面1周多都没出来个人，我怀疑他在从事间谍活动，里面藏着人，帮着米国人收集我们老百姓的数据。我听我儿子说过，举报间谍能有50万，什么时候可以去领啊？警察同志保持公式化的冷静，不保证也不拒绝。如果调查属实，国家会给予你相应的现金奖励。李大妈大喜，又向我投来得意的目光，似乎在说：看你还怎么办？我都懒得看他，正愁没办法把这栋楼的大妈大爷们都聚在一起呢。想到等下揭开真相时他们的表情，我控制不住笑出声。李大妈见我还在笑，似乎觉得受到了挑衅，她指着我骂道：笑什么笑？死到临头了，等下就抓你枪毙！我毫无顾忌地回他：放心，我死不死先放一边，但你等下肯定想死。李大妈被我怼得噎住，但碍于语言的匮乏，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句：小王八蛋，不得好死！这种话对我毫无杀伤力。就在我跟李大妈互骂的时间里，警察带着我们已经走到了房子门口。
警察看着四面全部封死的门窗，眉头皱起。小伙子，你这么干可不道德。老警官已经看出来这套房子是干什么用的，我无奈地摊手。没办法，你也看到我家前面的电梯了吧？他们不让我好好过，我也不用客气。警察还想劝你这损人不利己，只会激发矛盾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说，单输不如双输，至少我心里头输的。李大妈见我跟警察嘀嘀咕咕，大叫起来：“警察同志，他是不是想收买你？我们老百姓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，抓间谍这么大的事，你可不能轻拿轻放啊！”警察看了眼李大妈，叹气说：“里面的情况，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看。”李大妈扯着嗓子嚷嚷：“凭什么不能看？是不是你想偏袒他？我们街坊都看着呢，坚决不能答应！”说着，他还煽动身后的邻居：“街坊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”身后的街坊七嘴八舌，说什么都有。就是我早看出他不是个东西，这次抓间谍我也有份，几万块的电梯钱也不出，我看他就是米蒂派来破坏人民大团结的。我说：“警察同志，他们要看就看呗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”说着，我已经拧动钥匙把门打开，房子里没有开灯，黑漆漆一片。大白天就黑漆漆的，肯定心里有鬼。这次我们是抓到真间谍了。大爷大妈们在门口探头探脑。我随手开灯，一排排的铁架立刻映入眼帘。最吸引目光的是铁架上10几个骨灰盒。冲在第一个的李大妈被吓得一哆嗦，指着我的手指乱插。要死啊！弄这种东西在小区？我对李大妈微微一笑，这不离你近吗？哪天嘎了，立刻就能进来住，坐个电梯就到了，多省事啊！李大妈当时就捂着心脏，不行，这些东西必须得拆了。于平康，我命令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拆了。还命令我，他是真把自己当领导了。我呵呵一笑，把所有人都推了出去，把门锁好后，我对李大妈说：“没镜子的话，回家撒把尿照照镜子。你脸大，让我拆我就拆。”我又对警察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房子已经看过了，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”我脚还没迈，李大妈就一把推开人群，从后面冲出来拦住我：“不准走！今天这东西不拆掉，你就不许走！”我扭头看警察：“警察同志，限制他人身自由，这个要坐多久的牢？”我们这事算是民事纠纷，警察其实也不想掺和，但职责所在，他还是拉开李大妈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这事做得不地道。居民楼里怎么能弄骨灰房？你这样已经违法了，知道吗？赶紧拆掉！”我知道警察处理这种民事纠纷就喜欢和稀泥，下一下劝一劝，谁能闹就谁有理，谁好说话谁吃亏。可惜我就不是个好说话的，我呵呵一笑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不用吓我，我也是上网的。如果我违法了，请你来抓我。但这套骨灰房我鉴定了。”警察挑了挑眉，之前看我说话和和气气，他也没想到我会是个刺头。李大妈拉着警察的衣袖：“警察同志，赶紧把他抓起来枪毙！”警察一脸为难，我知道警察只能想吓吓我，没办法抓我。把自己家改造成骨灰房，并没有专门的法律禁止。我这点事别说是刑事了，就连民事都算不上，最多算点道德问题。警察看了我一眼，见我没有一点退让的意思，他也知道这件事不会善了。像这种事本来就不是警察职权范围内，他也不愿意淌浑水，只能例行公事把我们信息登记下，然后对李大妈说：“这种事情需要你们双方协商，如果协商解决不掉，我建议你们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”交代完一切，警察上了警车就撤了。警察刚走，李大妈一群人就围上来：“于平康，你赶紧把这东西给拆了！”我怀疑他脑子有问题，双方都闹成这样了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他3言2语就拆掉？我说：“想要我拆啊，求我！”李大妈咬着牙，其他街坊劝我：“都是街坊邻居，没必要闹成这样。就是你搞了这么个东西，自己也不能住，最终你还不是吃亏了？与人方便，于己也方便，最多装电梯的钱给你打半折。”今天他们的表情可比前几天和善多了，但我还是喜欢他们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我往地上啐了一口，沉着脸道：“现在知道是街坊邻居了。之前装电梯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干的？这是人能做出的事，还与人方便，于己也方便。我他妈房子光线一挡就跟个阴宅似的，还我占便宜了？老子大慈大悲，有便宜让你们一起占，大家一起住阴宅啊！”围着的邻居被我说得满脸通红，我撂下话：“想把我房子里的东西拆掉？行啊，那你们把房子买下来。”经小区事情一闹，我就彻底跟楼上的大爷大妈们彻底撕破脸了。这几天他们光报警就报了4次，社区也找上门，但都被我冷着脸赶了出去。李大妈带着大爷大妈们不死心，又找来了本地栏目老舅来帮忙。这档节目也不客气，直接就杀到了我家。门刚打开，几个扛着长枪大炮的拍摄人员就挤了进来，在他们身后跟着老舅和李大妈几个人。看到这么多人进来，我面带不悦：“你们是谁？擅自跑到别人家是违法的。”老舅表明身份：“我是老舅来帮忙栏目的主持人老舅，我们知道你们小区发生的不悦事情，这次过来是帮忙一起解决这件事。”说着也不用我邀请，老舅就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现在咱们这栋楼的其他业主已经答应，装电梯的钱不用你出了，条件就是你把骨灰房给拆掉。老舅对我说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。李大妈他们也肉疼的点头，就好像不用出装电梯
梯的钱已经是对我的极大恩赐了，他们一唱一和的都没问过我，就自以为是的把事情给拍板定了，我被他们逗笑了。你们是来搞笑的吗？哪里来的滚哪里去！老舅脸色大变，估计是第一次遇上我这么不给面子的，应该是在摄像机前不好发作。他缓了缓脸色，又堆起笑对我说：“小鱼，我知道你有情绪，但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老年人腿脚不方便，想坐个电梯也是无可厚非。他们年轻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，作为年轻人，照顾他们是义务。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你把骨灰房拆了，大家还都是和睦的邻居。”李大妈也跟话：“就是建电梯，你也是同意的，谁知道建好后给我们来这出。”我拉张凳子过来，特地点了根烟，狠狠吸一口，吐得满屋都是。建腔的几个人直咳嗽，才说：“首先，我当时要求的是建连廊式电梯，姓李的当初答应的好好的，转头就趁我出差建成了普通电梯。第二，他们不是我爸妈，他们为谁贡献谁照顾他们，我没这个义务。老舅，如果你有这份心，我建议你把他们打包带走照顾，就冲这份功德，乐山大佛都比不上你。第三，房子是我的，我想拿来干什么都行，只要不违法，就跟你们没关系，住不惯你们可以搬家。第四，解决方案我早就说过了，他们把这套房子买了吗？你们自己不干，关我什么事？”一听买房子，李大妈跳起来：“如果我买得起房，还跟你在这说这些啊？”我耸耸肩膀，对老舅说：“你看，解决方案我给他们了，他们不接受。”老舅看我油盐不进，眼神敛了敛，对我半劝解半威胁说：“小鱼，据我所知，你是个网络作家，你也该知道我们节目播出的影响力。就你这样的态度，网友们肯定会对你有意见。咱们好好把事情处理掉，别到时候影响你的事业。”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狠狠掐了烟，按进烟灰缸。哼，你是在威胁我？老舅似笑非笑地说：“我是在为你考虑。像我们网络作家这行，除了大神之外，每个人都不想被人知道真实身份，就怕现实会影响成绩。之前就有一位同行，就因为在论坛上跟人嘴炮几句，立刻被开盒找到了笔名，被人组团抓着他的小说举报，害他好多本正在起量的小说被封了。以网友们的能耐，开盒找到我的笔名并不难，要是节目被他们有失偏颇的剪辑发出去，大概率真会如他所说影响我的事业。”老舅见我沉默，以为我被他说服了，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年轻人有脾气是好事，但更要懂得进退。就这样，老舅替你做决定了，事情就按我说的这样解决。”说完，老舅站起来，对着摄像机以他标志性的动作准备结尾。有麻烦找老舅，老舅来帮忙。今天李女士的忙，我们已经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开口打断他：“我不同意。”老舅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错愕地转头问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不同意。”老舅的脸已经完全黑了，他胡乱摆手，对摄影的几个人说：“不要拍了。”等摄影的人把设备关掉，他语气不爽地盯着我：“你知道这么说的后果吗？不给我面子！”我不客气地说：“你以为自己是四皇红发，我给你鸡蛋的面子？”说完，我掏出手机，又指了指胸口的运动相机：“网友们听到了吧？知名节目主持人老舅威胁我。这几年写小说的都流行直播码字，我也不例外，跟风开了直播。谁知道今天居然帮了我大忙，这群傻 X 居然没一个人注意到我脖子上挂着的运动相机。我看了下后台，平时只有几百个人看的直播间，现在都涌进来100多万了，而且还在疯狂的增长中。果然，小说哪有现实里的八卦好看？直播间已经被网友刷屏了。我操！帮忙节目的主持人威胁嘉宾，怪不得一协商一个准呢，原来都是这么来的。建议详查老舅，看他有没有黑社会背景，还有那个姓李的大妈，多大脸，把人家1楼挡了，人家反击了，那是你活该。主播加油！我家之前也被楼上的强撞过电梯，替我们1楼的争口气。弹幕密密麻麻，老舅脸已经白了。公众人物出了这种事情，他的主持人算是干到头了。李大妈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好死不死的还让老舅上手段。老舅啊，这小子不听劝，你上点手段。你不是认识很多人吗？他爸妈在乡下种地，你让人弄他爸妈。这句话明明白白让网友听到了，弹幕立刻就炸了。我操，还要上手段，真他妈是黑社会！那个老太婆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想对付主播他爸妈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主播保护了自己。老舅手抖得不行，李大妈见他没有动作，又开始犯老毛病，说风凉话。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不行你早说啊，害我白跟你来这趟。我害你。老舅诧异的扭头看李大妈，李大妈丝毫没察觉到老舅的异常，还不知死活的说：“我还以为你直接上手就把他抓去了呢，谁想到你会是只软脚虾，害我浪费1天的时间。不行，今天的误工费你得赔我。”李大妈早就退休了，哪有什么误工费？好，我给你误工费。我看老舅的眼睛已经红了，他慢慢走向李大妈，猛地一拳砸在李大妈面门上。都怪你，老子的事业毁了，你还跟我要误工费，这就给你2000，够不够？李大妈被老舅打得抱头鼠窜，其他人见老舅状态疯癫，怕殃及池鱼，不敢上前把两人分开。
等警察到的时候，李大妈已经挨了30几个巴掌，整张脸都烂了，剩下几个街坊吓得脸忽白忽青的。李大妈伤情太重，住院住了1个月，被我折腾了一轮，警察找了，记者找了，最强战力都被我整得住院了，我还是油盐不进。剩下的街坊没办法，只能重新跟我谈判。阿康，我们把电梯拆了，你也把骨灰房拆了吧。前几天还对我喊打喊杀的街坊们，现在一团和气。我挖着耳朵对他们说，现在拆电梯晚了，我回来当天就说过，别到时候求着我拆。他们问我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楼下就是骨灰房，我们现在都不敢回家了。现在老头老太们一个个柔弱得很，要不是我没见过他们嚣张的姿态，还真要被他们给骗了。我说，解决办法我早就说过，现在这套房子我肯定不要了，要么我继续当骨灰房，要么你们共同出钱把我这套房子买走，咱们的事两清，不然你们就准备在死人头上住到死吧。街坊们纷纷说自己没钱，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，你们没钱，李大妈有啊，这件事是她挑起，本来就要她负责，买这套房子至少她要出1半。他们为难地说，话虽然这么说，但万一李大妈不愿意出钱怎么办？我说，都是街坊邻居的，她要是不顾着你们，你们也别顾着她呗。我有个朋友也遇到你们这样的情况，隔3差5就在他家门口烧点纸钱，把垃圾倒他们家门口，送点花圈什么的，没几天就解决了。听我这么说，街坊们的眼睛亮起来，我知道他们动心了。别看这些街坊看着很熟络一样，其实都是塑料感情，占便宜的时候一起上，有难来了能跑就跑，都是死和尚不死贫道。强造电梯的事情，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份。说实在的，如果能力足够，我一个都不想放过，非得好好整整他们才是。但毕竟我只有1个人，精力有限，李大妈又最可恶，不盯她盯谁？1个月，李大妈出院后，发现所有街坊都变了，以前一个个见了她都要问好，现在见她就跟见瘟神一样。这还不算，这些街坊居然还要她出钱把我的房子给买了。李大妈肯定不同意，街坊们也没多说什么，立刻就散了。当李大妈觉得自己威严还在的时候，第2天出门就碰到了一地的纸钱灰，接着每个晚上门口都会多一些东西，要么是垃圾，要么是纸人花圈什么的。还有次出门就踩了大便，她以前拿来针对我的手段，街坊们用到了她身上。李大妈气得要死，她知道这是小区的人在针对她，但又没有办法。住院回来1周，她被街坊们折腾的精神都要崩溃了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能跟街坊协商。她还想唆使街坊继续和我对抗，街坊们被我吓惨了，哪里还会听她的？又再次要求李大妈把买房子的钱都出了。李大妈当然不肯，几个人开始狗咬狗，所有人都针对李大妈，吵了几轮。当其中一个大爷提着刀报出李大妈孙女正在上学的幼儿园名字时，李大妈瞬间怂了，最后她咬牙出了1半的钱。这套房子我是按市场价上浮10%的价格卖出去的，去掉装修的成本还挣了不少。拿到钱后，我立刻帮那10几个租户找了处不错的陵园，帮他们交了1年的租金，说好让他们免费住1年，那就必须是1年。李大妈买房不久，房价就跌了，听说她怕损失太大，天天跟其他租户吵着要把电梯拆了。但那些租户在这套房里只占了一小部分，涨跌对他们影响不大，哪里有住舒服的电梯房重要？几家人吵得不可开交，李大妈又去找记者。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节目时，这次主持人还是和悉尼的老套路，让李大妈顾全大局，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得失而让老人们出行不便。之前对我说的话，现在全还给了李大妈。我在电视里看到李大妈的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，我知道以李大妈的性格，他们这栋楼以后有的闹了，只要电梯在，他们就不得安生，算人算己都是活该。看到他们不好，我就放心了。